大家好，我是肯。最近收到了非常多非常精彩的观众的留言，也非常感谢你们。我也早就已经迫不及待的邀请我们有着外星人大脑的 Kevin， 还有地球流浪者，练就了随时能够出题想出就出的学霸做题家 Neil 来为我们解读观众的留言。然后呢，我们这一期的话就由一位来自台湾的观众因为他写的是繁体字嘛，叫 Jeremy 因为他给我们从6个月之前就有非常多的非常高冷的留言，比如说小孩开天眼的真相又是什么？难道每个人都可以开天眼吗？还有这个食神和元神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脉轮不能被肉眼凡胎所看到呢？什么是生命之树？如何来测试我们人体每个脉轮的开发程度？另外呢，就是我们人体我们身体中有的说是7个，有的说是12个脉轮，它们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一期就邀请我们的 Leo 和 Kevin 来做精彩的解读。Hello，今天就我们俩吗？对呀，今天就我们俩。然后他说网友留言呢，回复一下。等会儿啊，我看一下，他有发给我张图片。那就你看一下他这些内容吧，然后有哪个想聊啊、回应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咱们可以一条一条过嘛，那内容太多了。怎么样？就从上往下挨个过嘛。好。这是第一条。对，你说吧，我感觉我都看不太懂他是讲的。好，你繁体可能看得不太明白，我来念吧。他说，犹太教也有生命之树系统，卡巴拉（括号）听起来像是人体经络系统，讲人体像倒置的大树，其中分成10个质点。括号里面是塞菲罗特，一个英文名，然后听起来像是三魂七魄一样的10个部分。道家还分元神或者食神，这些都像是细分灵魂结构的学问。其中元神我认为应该是属于宇宙的意识部分。道家总说元神不动，其实可能负责于宇宙通讯，只是我们无法察觉，而食神则像是我们来到世上后所学习累积的小我。那他的意思就是元神和食神不是一个东西，是这样吧？他就是把那个犹太教的那个生命之树的那个教义，还有跟咱们中国的这个经络呀、道家的这个元神、食神这些理论联系起来了。然后他着重讲了一下这个元神、食神他所掌管的这个功能和这个负责的这个部分。就是他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脉轮了。就是因为它倒置的大树嘛，它是树倒过来的是吧？然后对，有点不太明白啊，没了解过。我就觉得就是那跟脉轮那个系统是不是也差不多呀？对，它确实很像，就是因为这个卡巴拉生命之树，它也是分为10个质点嘛。脉轮一般就是分为七个脉轮嘛。对。然后当然脉轮其实不止7个。它也可以更细分嘛。就是细分起来可以，比如说一个拆成多个吗？这样？不是这样的，就是它细分起来就是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经络的那种，就是可能那7个大的脉轮是比较重要的那个穴位一样的感觉，然后还有更多分布在其他地方的小脉轮。可能就是它没有这7个主脉轮这么重要吧，所以就没有列在一块儿。那你说这个东西它是怎么观察到的？就是你了解吗？就是这个东西，无论是脉轮呐，还是这个经络系统啊，就是这种能量分布的感觉，就它真的是有人能看到吗？
我觉得它就是不是用肉眼凡胎去看的，它是就是它相当于是在另一个空间或者说另一个层面，就是通灵的话可能能看到，就是就像人家讲的嘛，就是人其实不只是肉体嘛，他还有很多灵魂的层级嘛。对，然后就是相当于是相当于是视觉的另外一个频段，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就是它肯定是可以看到，只是不是用眼睛去看的，它是用可能就是灵魂的那个视角去看的。对，有的说是叫天眼嘛，就是你开天眼之后，你就能看到经络呀，或者一些特殊的那种能量聚集的那种位置。那你对天眼，你就扩展一下，你天眼的话，你有了解过吗？因为我经常听有人说，就是天眼啊，包括儿童还有训练开天眼这种的，就是你大约知道天眼是怎么回事吗？我觉得天眼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视野嘛，就是就像你做梦的时候一样，你睡觉做梦，你不会看到很多画面吗？那其实就是用你的天眼在看嘛。它并不是你肉眼看到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你脑海里面想象出来的一个画面。现在市面上不是有很多那种教人开天眼，或者说是，特别是教小孩去训练这个天眼，我觉得对，它更像是一种催眠引导，就是它是让这个小孩去想象这个画面，去想象这个天眼，就是这个其实跟人有关系，就是因为小孩子他的服从性一般比较强，不像大人，大人的话他比如有一些防备心理啊，或者说是有很多其他的想法，他可能没有那么集中，没有那么顺从。对，就是像小孩子，他可能比较听老师的话，然后他的想象力也很强，就是你告诉他什么，他就可以想象出那个画面。怎么说呢？他没有什么，他不是那种我们认为的，就是那种有特别神奇的那种功能的那种特异功能。我觉得就是一个每个人都有的一种视野能力吧，就类似于你现在闭上眼睛去想象一个画面，然后你想到的那个画面其实就是用天眼看到的。你能理解吧？明白。就你更觉得它是一种偏想象的一种，内在的一种觉察力。它是一种就是我们灵魂就是的一种视野能力吧，就是它并不是肉眼看到的，它是灵魂，就是也不是说你看到的都是想象的，就是你可以通过想象去构造这个视野，但是你也可以用天眼去看到一些就是其他维度的东西，不是说你看到的都是想象的，懂吧？就是它是一种灵魂视角的这种视野的能力，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只是大小不同吧。就像人家有的那种，科学家他可以在脑子里面就去设计这个实验装置，或者去做一些空间想象，很复杂的那种空间想象。因为我看那个《太上天书》，他就说，他说人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七个脉轮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这个脉轮结构的话，它是不会被打散啊，或者说被毁掉、改变的，就是它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跟着我们的灵魂吧，就类似于是一直这样存在着的，然后。无论我们怎么投胎啊，或者变成外星人呐，这个系统是不变的，就是他明确的指出，其实我们本质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一个七个脉轮为主的这样一种
啊，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反正就他的意思挺明确的，就是而且你想想，无论是10个质点也好，7个脉轮也好，就大家既然都有这种共识，这些修行者，那肯定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真实的吧，对吧？它不是我们单纯能想象得出来的，因为每个国家、每个不同历史的时代的人看到的都是相同的结构，然后它还有每个结构的这种具体的一些解答呀、一些分工。然后它有一点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最高的那个脉轮，就是应该是第7轮吧，顶轮。然后顶轮对，顶轮它是就是代表颜色是紫色嘛，是合一的一个功能。然后对，然后他说，这个顶轮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像分数一样的东西，它是代表着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爱的一个等级啊，还是说就是程度啊，就是好像是。然后这个分数会决定我们投胎到那什么样的维度的世界啊。他说这个也是恒定的，是无法作假的。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像这个生命之树，还有7个脉轮，还有这个道家的这个经络穴位，它其实就是不同这个文化，它对同一个东西的，就是建模不同嘛，有点类似于像是我们看星星，中国的话，它的星空文化和那个欧美的星空文化就不一样，就是大家为了方便去理解这个东西，去给它做了一些形象化的这种定义嘛，比如说把它定义成一棵生命之树，像树一样的形状去解释这个东西。还有就是像脉轮的话，它就是把人的这个灵魂的这个中线上的7个重要的这个点位，去突出的去讲这个7脉轮。我觉得脉轮它就是我们灵魂的一个类似于能量的一个出入口吧，就是不同的脉轮它掌管的这个能量，或者说它对应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意识的这种类型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对，之前有一个有一个网站叫学灵修，它里边就有一个专门测那个7脉轮分数的这么一个软件儿，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哦，没有。哦，还可以测。对，我倒是想测一测啊。这个网站它被封掉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运行不下去了吧。然后当时我测过这个软件呢，就是它就是一些有点像是做心理题，然后你把它做了之后，它可能从你这个选择上去判断你的各个脉轮的开发程度嘛，就是从0到100%。我记得当时我做完之后发现，就是我的顶轮和心轮都接近满分，但是我的那个海底轮分数比较低，比较我觉得有点像是一种心理测试，就是你可以通过它来认识自己吧。因为它也可以对应到就是人的这种七情六欲上面，对，你可以去了解自己。对，因为太上天书明确的讲，就是就像你说的，7个脉轮它有不同的开发程度，然后它的意思是我们其实是由底部开始去向上开发的。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比如说你的心轮，打开爱的程度啊，或者是能量啊，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才会开启下一个脉轮的这种像一扇门一样，然后你的这个下一个这个喉部这个轮呐，然后就会怎么样发展，然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再往下一个去发展，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理论吧。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是要先走上爱的道路嘛，然后也就是开发心轮，然后心轮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积聚了足够的爱之后，然后你就有能力去，就类似于施展一些魔法那种感觉，就是你的喉轮这个位置，我不知道叫什么轮哈，就这么说，就这个位置的这个轮，好像是蓝色吧，代表。他说你就会开始跟万物有一种沟通的能力，这个他是通过打坐来修行啊，然后打坐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轮喉部的这个轮打开了，有一定能力之后，你就可以跟动物甚至是可能是植物啊、万物啊去沟通。然后他说你有一些那种魔法呀，就比如说弯个勺子之类的，其实也是通过喉轮的这种跟万物的沟通，然后去协作，然后他们自身本身可能按照你的一种意愿、一种表达，然后做到了这种类似于奇迹的事情吧。就是至少我觉得和动物沟通这一点，就是还挺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轮的这种强大的功能，你是没有办法跟整个这个世界啊、万物的这种，对吧？跨这种物种的去沟通嘛。然后他就是本身，包括他的一些就是师傅们嘛，可以跟比如说海豚啊、鲸啊去沟通啊，就是高灵性的这种动物。然后我还觉得，就他们这套理论自己是自洽的，说的也非常的就是跟你100%确信的那种感觉啊，不是模棱两可的。然后你就照着他这些方法去修行，就一步一步也能经历这些东西。对，就是他这种沟通应该不是指那个语言上的沟通，它是指就是类似于像心灵感应的那种。对对，是这样的。我现在刚好就是打开了一个讲这个脉轮的一本书，然后里面他就有提到，12个脉轮，就是这个书它的体系，它的脉轮就会多一点，它就讲到12个脉轮，然后也有讲到7个比较重要的脉轮，就是我们七脉轮它对应的东西。那可以简单就是说一下是哪12个脉轮吗？大概了解一下。稍等一下，好，我把这个，OK，它这12个脉轮，它没有命名，它只是说它在什么位置。就是第一个脉轮是在这个肾上腺。第二上腺对肾上腺，肾上腺就是我们肾的那个上边一点点有一个腺体。大概就在腰这个位置吧。然后第二个脉轮是女性的卵巢或者男性的睾丸。感觉更往下一点了，是吧？它这个顺序，对，它对这些脉轮，它都对应的是那个身体里边的这个内分泌腺。第3个脉轮是指这个胰脏。胰脏。第4个脉轮是指心脏。第5个脉轮是在甲状腺。甲状腺就类似于咱们脖子那一块，对吧？对，喉咙附近，对。第6个是在脑下垂体。第7个脉轮是在松果体。都在大脑里面。都在大脑里边，对。第8个是在胸腺。又跳到这里。胸部了。第9个是在横膈膜。也在腹腔，也在腹腔里边。第10个在骨髓。第11个在结缔组织。结缔组织感觉全身都有啊。对，很大一个组织啊。骨髓的话也是全身，对，上下都有。第12个是在32个次要脉轮的位置，这就有点就是太多了，可能就是他把32个次要脉轮把它归结为一个类别吧，就是把它称作第12脉轮。就是可能就是脉轮这个体系里边有很多人的不同归类方式。这是另外一种，它就是把脉轮对应到每个生理结构。对，主要是对应一些腺体。
但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这些内分泌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然后情绪会反过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工作。那我先讲一下这个七脉轮，它就是经典的七脉轮，它对应的一些东西吧。好，第一个脉轮我们叫这个海底轮，就是从下边开始说吧。对，海底轮，对，海底轮就是我刚才说，我之前做测试那个分数最低的一个轮，所以我印象还挺深的。它在臀部的下方，大概就在男女阴部的位置。对，它的对应颜色是红色，然后它的对应的那个内分泌腺就是肾上腺。它是对应的能量类型就是火的能量，原始的土的大地的能量，滋养我们的生命力，确保我们的生存。生命的基础，对，对，它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是，主要是确保我们这个肉身足够的健康，足够的有这个生命力。对，可能海底轮弱一点，你可能就是身体会差一点吧。或者说是不是那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会少一些，就是很那种生存欲望很强的那种，竞争意识很强的，会不会有？对，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它的生存能力更强，它就是更能在这个就是生存层面做得更好吧。然后我们看第二个脉轮，第二个脉轮就是叫什么？它这儿只给了位置，肚脐那个位置是不是？那个应该叫脐轮是吧？对，差不多。对，它主要在腹部，有点像是道家讲的那个下丹田的那个位置。对，也就在肚脐眼靠下一点。对，它是对应的颜色是橘色的。它对应的内分泌腺是卵巢或者睾丸。它对应的这个腺体的位置跟它脉轮所在的位置还不太一样哎。对对，有点远。对，然后我看它对应的能量类型是气的能量，生命能量。也就是我们那个道家讲的那个下丹田嘛，像我们运气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气给沉到这个丹田下边去嘛，对吧？对，汇集能量的一个，因为我看过他们道教讲打坐，就是在这个位置去聚集能量，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重要。对，然后看一下它还有什么特点啊？它是帮助灵魂更加完整的与身体整合。包括体验我们伤害人的感觉，或者体验我们灵魂的感觉。它比较负责这个知觉性的沟通。感觉是一种交互，直觉性，就身体和灵魂的一种交互。反正应该挺重要的，我觉得。它是感觉和创造力的中心。感觉和创造力。透过这个脉轮开始认识我们对于自己内在和外在世界的反应，然后决定我们如何表达这些反应。就是直觉。感觉它是负责就是灵魂肉体这个感觉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它也是这个汇集气的这么一个中心吧。对。第三个脉轮是叫太阳神经
重轮吗？这个字儿我也不太认识啊。对，差不多，好像是这个。对，它的位置在这个太阳神经丛区，大概就是在，就是胸部往下一点，在，就类似于我们那个躯干的终点，正中心的那个位置。对，它对应的这个能量类型是心智、知识型，帮助我们成功与世界社交、处理人际关系、做出有效的决定、理解这个概念、想法、知识性的知识。哦，这个它负责的更多是心智层面的。感觉比较社会性的一个脉轮。然后他又讲到这个第三脉轮，人们把它视为力量中心，犹如一间仓库，收藏了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评价、意念，和信念。这些评价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自尊和自信。就是它是一步一步在扩展的感觉。上一个是脐轮那个位置，感觉是就是直觉性的，就是更多是身体的、灵魂的，然后直觉性的一些反应。然后这个我感觉已经开始往就是人际关系到社会上开始去拓展了，就是这个东西对，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接着讲第四脉轮，第四脉轮它是在心脏位置。它对应的颜色是绿色、粉红色、金色，它有3种颜色。哦，3种。可能都相关吧，这几种颜色。然后它的分泌腺是心脏，它对应的这个是爱、疗愈、同情，还有就是星光层与梦的世界的连接。透过实际的肉体感官，沟通肉体和情绪的需求，包括心脏痛、剧痛和情绪的拉扯。主要是情绪，主要是一些。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因为这个轮我很关注嘛，就是我觉得心轮的话，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像他说的，你的这种慈悲啊，你的这种爱啊，然后对世界的这种那种对吧，很宏大的一些东西。对，然后我因为我也是以这个为核心的，就是感觉。他就有讲，我有一种就是真的，你一边讲嘛，我就在分析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在讲它就是像一种能量的身体一样，然后就是我们貌似是以肉身在活着，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感受是来自于我们能量的这种中心的一种反应，或者说一种反馈。因为你刚才讲到那个太阳神经丛那个位置嘛，我在想，那比如说我们很生气的时候，一般这个位置就会觉得可能有点疼啊，或者之类的，对吧？就是它好像跟我们这个人际关系啊，跟这个社会的这种互动是很紧密的一个位置。然后包括他说这种力量啊，对吧？就是因为横膈肌这个位置，它确实是我们对吧？你表达的一个力量的来源，就是我再去理解它和我们的生活的关系，挺好的，我觉得。对，就是渐渐的加深对这些位置的理解吧。是，然后接着讲它这个心脏，就是这个心轮它的一个定义吧。他说，它被视为人体的中心点，也是头顶的神性能量和阴部的生命欲望的融合点。融合点，明白了。然后我们看第五脉轮，第五脉轮它指的是这个喉轮，它对应的颜色是蓝色，对应的分泌腺是甲状腺。
甲状腺，它的源头是真理，它的关键字是表达。利用语言、声音、歌唱、腔调或任何口语沟通的工具，表达我们肉体察觉和的经验、需求和情绪状态。感觉是一种表达能力。是，它跟表达有直接的关系。对。它的内容是指在这个世界定义自我的能力。定义自我，表达自我，对。然后我们看第六脉轮，第六脉轮是指额头的这个第三眼，也就是天眼。对。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顶轮，是吧？不是，这个不是顶轮，对，这个不是顶轮，这个叫眉心轮啊，我想起来了啊，叫眉心轮，还不是顶轮。对，第三眼的位置，对，额头那个位置。它对应的这个颜色是紫色，内分泌腺是脑下垂体。这是第几个脉轮啊？第六个是吧？第六个，第六个是紫色吗？它这个书里面是这么讲的。好。然后他又讲它的源头是洞察力。它的宝座是景象及观想，关键字是视觉。观想、觉察、洞察，觉知。它是自我形象和纠正或修正对自我和世界观点的工具。第六脉轮被尊称为第三眼，是我们内在和外在的视觉中心。透过这个脉轮，我们获取、记录和传送描述现实的图片、符号、颜色和影像。想到一些东西，一会儿我们全说完再一起说。好的，我们看第七脉轮。第七脉轮是顶轮，它是在我们这个肉身脑袋还要往上一点点。它就没有在我们的肉身上面。就是它有点像是装在我们头顶上的一个东西。对。它是对应颜色是白色或清明无色。内分泌腺是松果体。它的源头是神性的觉察，宝座是我们与整体的合一，关键字是神性。神性。它的风格是高层次的动觉感觉知，感觉就如神的启发、超语音的高峰经验、灵性的觉醒或类似的经验。它是预知的源头，可以感受到渴望与神性本源连接的能力。好了，这7个脉轮就讲完了。好，就是这个跟太上天书上讲的几乎是一样的，就是颜色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这7个的话，它也是这样讲的。然后以前我也没有太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就是大概知道一下。然后你刚刚讲完之后，我就每一个都认真思考一下，然后还有一些新的收获，我感觉啊，有一点儿。这样。就感觉，就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就是会不会我们这个肉身呢，它真的就是根据我们的能量身，就是这个7个脉轮还是多少个脉轮，先是有这样一个能量的蓝图，一个身体，然后这个肉身就是它的一个仿制品，或者说就是像机器人按照人体设计是一个样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其实肉身是按照能量身的这样一个基础结构去精心设计出来的。其实就是物质，它其实是意识的一种显化嘛。
所以它肯定是就是依据这个灵魂来显化我们的肉身。所以其实我们从肉身上也可以看到灵魂的很多东西，就是对，就包括你生病的部位，它可能就会对应你的情绪层面或者你的灵魂的这个性格层面吧，我觉得都是有对应的。对，就是我们经常讲伤心，或者说爱心，或者说心疼。对，然后我就以前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就说小孩都生下来的小孩就知道，说可能2、3岁就知道，没有人教他，就是说你想没想妈妈呀？想了，然后就问他说哪儿想啊？然后他就拍拍这个胸口这个位置，对吧？心脏这个位置。然后我记得以前就看人说过，就没有人会去拍脑袋。就是我们不是用脑袋去思念，或者说去，对吧？去想念一个人，我们是用我们的这个心的这个位置，包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关系破裂了，对吧？感情分手了，然后亲人离去了，就是那种关于爱的这种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都是在这个心口这个位置会感觉到一种，对吧？刺痛也好啊，心碎也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不是一个就是巧合，就是它真的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就是你心的这个位置，它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强的那种感受感应。对，刚才不是讲嘛，这个心轮对应的就是与这个人的连接嘛，对于外界的连接。它都是有这个，其实都是有理论依据的。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稍微的去拓展的去聊一聊自己对这几个脉轮的感受，然后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个时间没有了。好。好的。那个他也给我发了，我导到电脑上。你也用的电脑？对呀，我录音的话就是用电脑软件录的。OK，我也一般都是在电脑旁做的，因为我这个软件只有电脑能用，然后它就是一个相当于录屏的那种呢，它只是录音频，就录多久都可以，录几个小时都可以。免费的一个软件。然后平时我们那歌不是都是有版权保护吗？不是 MP3 格式吗？因为我要弄伴奏的话，我就直接给它录下来，然后再做成伴奏，就特别实用这个软件。之前给我分享过的，叫 Record 啊，对，太好用了这个。尤其我一开始跟那个肯的时候，我们就研究怎么录这个音，就怎么都录不明白。然后后来我想到这个办法，就是用第三方的方式去录，因为我们当时对话的时候，就是一录就说话就没有声了，就声音录不进去是吧？对，录不进去。然后前2天我们还技术上没有突破，就没有成功。后来就用这个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他那天说，就是云录制好像他是怎么空间会满，不怎么回事。然后就赶紧让我就再录制。我说我一直都给你录着呢。可能是因为付费要解锁吧，估计。它是有限呗，就是录到一定程度就满了。所以这个软件还是挺实用的。OK，我也看到他给我发的这个留言，很早以前就给我发过了。这个留言我看了一下，他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对呀，好复杂呀，我感觉也有点晕，看着。没关系，而且都是繁体的，就读起来有点困难，就感觉。我繁体看着还好。它真的是全繁体的啊，这个。我才放大看，对。然后什么食神呢？我都看不懂什么意思，怎么还食神？食神都出来了。这个情况
就台湾那边可能教法跟大陆不太一样吧。就是这个网友是上次跟你们一起做节目那个吗？没有吧？这个网友应该没跟我们做过。上次跟我和那个肯一起做节目的是肯的那个高中同学。哦，对，那期昨天我刚听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然后好像是咱们网友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有没有印象？我记得好像是你们在一起弄，就是有一个女性的。你说的是胡桃吗？不是啊，不是他，就是我好像记得有一期是，那估计那应该也是网友，就是对，就是网友一个粉丝，然后一起说的，我记得内容不是很多，好像应该不是这个，因为那个网友，他好像是自己有账号嘛，他那个头像不是这个。对，他自己有频道的，我记得。对，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